今日演武场上我都看见了，你喜欢谢家瑜。是。你无耻！在我知道他是你心上人之前，我对谢家瑜就已经一见倾心。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如今知道了，所以我如今什么都没有做。他依然在等着和你一起离开。是你自己不想走了。是又如何？今天这一剑，就赌谢家瑜。谢家瑜是一个人，他有自己的情感，自己的人生，他不该为任何人牺牲，被任何人左右。一直，这是你亲口告诉我的。是走是留，你自己定。谢家瑜是走是留，也由他自己来定。我那日选我的人，究竟是圣上，还是老师？是我。今日殿下可否告诉老夫，是老夫选错了吗？学生往日所学，皆为君子之道，立世之言。从今往后，请太傅授我为君之道，帝王之术。当真想好了，不跟家瑜走？只要能救乐君，这条路注定只能往前走，没有回头路。真心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来跟我谈条件？你如今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我和陛下赏你的。如若不想给，便可以不给。我要拥有权力，不要再两手空空，任人威胁，予取予夺。萧无一的北府改制目的为何，你我都清楚。和谈都是暂时的，不就是趁着我北秦如今内政混乱，获得喘息之机吗？若这萧无一真的改制成功，收拢军权，既削弱了你们世家的势力，更对我们北秦产生威胁。所以于情于理，你我都该合作。你要我叛国？英王殿下，喝茶可以，但你这胃口太大了，而且你也给不到我想要的。太傅想要什么？25年前，我大业安禄2世通敌叛国案的真相。这个我帮不到你，当年我还是一稚童啊。让北秦太后来找我谈。太后在上京。是吗？不然呢？我可以给你另外一个见面礼，以表何作诚意啊。萧无一，无论和谈成功与否，李乐君都不能嫁。和谈必须成。我不是在问你，我只是告诉你我要做什么而已。我知道和谈对你来说的意义，但是乐君对我来说，比任何人都重要。世子该告诉齐王殿下，你已经在想办法。隔河一生，何必多言？说吧。说什么？骂我的话呀？你不是已经听到消息了吗？
的确憋了一肚子话，想要骂你的，但看你一脑门官司，算了。阿茂怎么说？无论如何，他都不会让李乐君和亲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。阿茂和乐君相依为命，他理应如此。但对于你萧无意来说，确保和谈顺利，给北府改制留出时间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是。哪怕你知道乐君会遭遇什么。好吧，就这样。我原以为你会与我争执，骂我骗子、冷血、禽兽不如。萧无意，我在你心里是不是特别不讲理啊？难道你以前跟我很讲道理吗？你已经给乐君换了8字玉蝶了，能做的你都做了。今日始作俑者是鹰王，你只是承担选择之人，这怪不到你身上。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没有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听人这么说，觉得新鲜。不过，我还是会阻止这件事情。若乐君是从小娇养的公主，受百姓衣食供奉，那她如今担起这天下的责任，我也无话可说。可她不是。齐州沦陷，阿茂和乐君一路逃亡，来到健康，陛下和太后可曾有一日管过他们？空有宗室身份，过得却还不如普通的百姓。为了维持家计，乐君从小就给别人抄书，做针线。他身子骨本来就弱，若不是我阿母会些医术，发现乐君患有旧疾，他险些就活不下来。这不是好人该有的下场。你打算怎么阻止？你放心，我的法子与你的天下无关。做你的朋友，挺幸运。你忘了，你也是我的朋友。你差人把精铁送到我这里来，什么意思？这哪儿来的？我炼的。先以高温锻造，去尽杂质，再萃以绿水而得。我知道，你想要精铁冶炼之术。你真能把精铁送给我？啊，那倒不是，我就是用这精铁做个饵，想要诱你同我见面。你耍我？不敢不敢，平宁县主是我至交。原来是这个事啊！没想到这平宁县主的命还挺值钱的嘛。你想要取平宁，不过是想出口恶气，找回一些颜面罢了。如果你对精铁冶炼之术感兴趣，那我与你做一笔交易，啊不，生意。愿闻其详。太后，久仰大名。还以为抓住了别人的马脚，没想到是自己露出了马脚。
若不是世子此前拔除了我北秦暗探据点，这两个蠢货也不会这么容易就被世子发现。这做暗探还是要有经验才行啊。太后此行为何？难道也是为了却骨令？我若说上京待腻了，到南叶来赏赏风景，世子可信？自然不信。那我也只有这个说辞了。说说吧，世子相见所为何事？难道是想告诉哀家却骨令的所在吗？望太后力阻英王与平宁县主结亲。秦叶联姻乃长久之计，世子戎马经年，岂不明和则两利？想必太后比我更清楚，北秦陛下与英王不过是表面君臣，英王拥兵自重，太后虚奉伏龙，才有了北秦朝堂安稳。可若是太后薨逝，英王再与大业结亲，娶的还是如今的监国齐王殿下的胞妹，一旦有了健康的助力，平衡就会被打破。如此，还如何保证英王的兵马还是你北秦的利剑？哎呀，你别那么小气嘛！我知道这个弓房是袁小六的，我就借来用一用。你别说，这和我们家那个还挺像。弓房不都长得差不多吗？不过谁跟你说这是给袁小六的了？不是他的吗？那他收我租金啊？哎，解释一下。这是我在妙手铺子接的一个私活，说是红龙寺水井堵塞，我去通了一下。这个呢？这个是用来嗑瓜子的，你看，你就这样，哎，能剥一大把瓜子。这个铜球是香囊，你不是说北秦人饮食腥膻，体味重，把这个带在身上就可以遮盖体味，留香持久，可达数月。难道你还想用引火雷炸了英王？怎么可能？谁说我去见英王？编，接着编。你今日不是为了李乐君去找英王了吗？说吧，为了阻止和亲，你跟英王做了什么交易？说。莲弩、火药。哎，谢家园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你别拍脸，今天这就是你所谓的办法？你知不知道这会让你笨死了？我没和英王交易铸铁术，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真没出卖咱大业，虽然我平时是有点不着调吧，但我不至于一点调都不着吧？行，你说什么是什么，行了吧？英王已经答应我了，用铸铁术换回乐君的自由，行了吗？你到底在气什么呀？我都说了我没出卖铸铁术，我卖的是妙手器具。这是何意？殿下可曾听说过妙手之名？没听说过。这本《累次天机谱》记载了妙手，也就是我所设计改良的所有农具。殿下且观这踏离饮水术，以屈原代替直原，配风扇3盏，纵是漠北简土，日拓100亩，易如反掌。哦，此龙骨翻车、暗河考工记水稻篇，可省去大量人力，便是8十老妪驾子期开荒，上耕70余亩。还有这侧玉铜仪，凤会装了硝石，尾羽嵌了丝楠，地动前3日，必现青烟。漠南种田高粱，阴山植寒地桑，再辅以代耕架铁木轮，此业即盐碱地化良田之术。殿下舍得任其成灰？哎，你这放心，都记在我脑海里了。这北秦虽占领上京，但却善游牧，不善农耕。
去年冻毙牛羊3万头，这田里收成也不乐观，国库没有存粮，这北秦百姓着实过了一个苦冬啊。不过如今，我可以帮你打破掣肘，只要你放过李乐君。这累似天机谱中的所有器具，我都可以赠予你，如何？这些当真是你发明的？妙手，如假包换。我知道金铁技术是北府兵武器精良的根基，我只是拿这个来吸引鹰王和我相见而已嘛。萧无义，我跟你说，我发誓，如果我真的拿金铁冶炼技术出卖给鹰王，就叫我日后出了健康，我再被人贩子拐了，而且是不是欠收拾？能不能有点忌讳？我就是表达一下我对大业的忠心嘛。你根本不懂我在气什么。那你倒是说呀！你就不该在鹰王面前展现你的能力。技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你可曾想过，万一你被鹰王盯上了，你该怎么办？你不要去游历天下吗？即使我在北京，鞭长莫及，但凡有一点收拢大义，哪怕是一个契机，他都可以把你抓去北秦。到时候你叫天天不应，就你这点胆量，小命被他捏在手里，他让你做什么你不做？那我还有阿茂呢，他也能保护我。是有人保护你，是我背操了这份信息。也不至于我凶你2句你就哭吧？你差点暴露我军中机密，我还没同你算账呢。你动了我的仕女图？你堂堂北府将军，江安王世子，表面上一副不近女色，实际上你却偷偷藏仕女图，你丧心病狂。啊，关你何事？我是替你未来的心上人谴责你。若真有此人，让他自己来。等等，人遇刀剑，长短行至，难道不需要参考执剑者的身形臂长吗？这般潦草，到底用心与否？你怎么要求这么多呀？妙手就是这么做生意的。你是收礼的，还这么挑剔？我这人便是如此，收礼要收到心坎上，不然你就别送。伸手。我这没有纸。一念心动，只只一眼，这瞬间，牵动命运之中的线，已相连，共赴岁月，唯美的安宁处在你身边，以灵魂相见。你的发带用处可真多。是，还能杀人呢。你若不想被鹰王拐去北秦做苦工，跟颜月练轻功的时候就别再偷懒了。遇到危险，至少还能跑。天大地大，
即便是你一个人，也哪儿都能去。北秦太后也在这次来的使团之中。她与英王的利益不同，从她入手解决和亲更容易些。但在和谈结束，英王离开健康之前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。听到没有？知道了，啰嗦死了，跟我阿母似的。我想见阿茂。好，我来跟他说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是会为了粮草同意娶合适之女，还是会为了逼长沙王求太后赐婚，还是会把乐君放在一切考量的最后？这就是你，萧无义。不只是你，阿茂也变了，他已经开始选妃了，他决定留下。却没有告诉我，我明明知道，却还在这里，为了乐君的婚事与你争执不休。你一定在心里嘲笑我吧？你说的没错，再来一次，我依然会如此，但我永远不会嘲笑你。我对权衡厌烦透顶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不会让乐君和我一样。